过去一周啊，关于黄金的相关报道呢已经足够多了，但是信息的堆砌不等于洞见，我们更需要思考的是这些碎片的背后是否指向了一个更大的拼图。工商银行要在香港机场建立贵金属金库，香港提出3年内要把黄金储备能力扩容到2000吨。伦敦金属交易所禁止所有非美元计价的金属期权交易。这些事儿加在一起啊，看上去不是几个相关的新闻。如果我们把时间拉长，把视角抬高，你就会发现，这是中美之间围绕黄金定价权、离岸市场的控制权、人民币国际化路径设计的一个重大的冲突点。首先呢，并不是香港建立了一个仓库那么简单，它是一套人民币黄金定价体系的关键拼图，是一场美元体系的反制行动，是一次关于国际储备体系未来走向的深度较量。你可能还不知道啊，世界上超过95%的黄金交易、黄金清算和黄金定价权，其实呢都掌握在美元体系里。而一旦黄金定价权稍微松动，那它就会撕开美元霸权的一道裂缝。今天呢，我就用最直白、让大家都能听得懂的方式，把这件事情背后的战略逻辑完整的讲给大家。很多人以为金库就是一个防盗的仓库，这其实是一个完全错误的理解。黄金金库等于国际清算体系的一部分，它的重要性相当于黄金的 SWIFT。你要明白呀，国际的黄金交易并不是大家买来买去的金条真的在全球来回运输，因为每运输一次风险巨大，成本惊人。真正的国际交易呢，大部分就是记账式交割，金条放在金库里面不动，但是账本上的所有权在不同的国家之间转移，谁的名字写在金库的账本上，那金条呢就归谁。所以能进入哪个金库不是物流的问题，而是国家信用的问题。这次工行在香港机场设立金库，它本质上就是中国用自己的国际黄金记账中心、人民币计价黄金的离岸承载点，建立一个能绕开美元体系的独立黄金账本，就好像它不是仓库，它是黄金的国际护照发行处。那有朋友会问了，上海不是有黄金交易所吗？为什么不直接扩容呢？答案也很简单呢，上海不具备离岸的属性。在上海做黄金交易会遇到几个问题：第一，外资担心汇出的风险；第二，黄金实物出入境要审批；第三，上海毕竟不是自由港，国际机构不放心；第四，人民币不是完全可自由兑换的货币。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中东国家的主权基金，或者是非洲国家的央行，或者是某一个国际大型的黄金交易商，你买了上海的黄金，你就会想了，以后我如果想把金条运出去，我能保证离得开吗？这种心理上的不确定性啊，就阻止了大量的国际机构参与上海金。但是香港就不一样了，香港本身就是个自由港，货物进出高度自由。香港是离岸的人民币中心，货币进出没有大陆的资本管制。香港机场呢，也是全球最重要的贵金属运输枢纽之一。一旦金库建立在了香港机场，国际机构可以存黄金，主权基金可以存黄金，各国央行可以存黄金，海外交易商呢可以做离岸的清算，黄金出入境的成本几乎为零。那它会变成什么呢？就是中国版的伦敦金加纽约金加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合体，这就是这件事儿的战略意义。这一次的金库布局，本质上就是中国在为人民币国际化补齐抵押品体系的缺口。国际货币的本质呢，就是国际信任加国际用途加国际抵押物。美元为什么能称霸呢？因为美元体系拥有美债作为抵押资产，伦敦金作为黄金抵押，全球大宗商品以美元计价 ，SWIFT 清算体系，还有美联储作为全球最后的贷款人。而人民币的问题就在于，外国机构拿到了人民币，但是不知道人民币能买什么，也不知道人民币能换成什么安全资产。国际大宗商品啊，大多数都不是以人民币计价的，也缺少一个国际化的黄金抵押体系。所以呢，以前的情况是这样的，比如某个国家从中国手里获得了100亿人民币的贸易顺差，他会说谢谢你啊，我留50亿继续和你做生意，剩下的50亿呢，我就换成美元吧。这就导致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非常慢。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因为中国呢可以告诉他，你不必把人民币都换成美元了，你可以直接用人民币在香港买黄金。买完黄金以后呢，金库就在香港机场，你可以随时调配，你要的安全性和流动性我都能给你。这个过程呢，就是一个新的国际闭环了。人民币可以去购买黄金，黄金可以作为你的离岸储备资产。
这是什么呀？人民币国际化真正缺失的那条链，现在就给补上了。很多人以为呢，关于伦敦黄金交易所的那条禁掉非美元计价的黄金期权的新闻是一个小动作，但是实际上这是一次非常关键的金融战的信号。美国和伦敦为什么这么紧张呢？因为他们非常的清楚啊，香港的金库加上海的金价加人民币结算体系就等于新的定价中心的雏形。美元体系最怕的是什么呢？并不是人民币国际化本身，美元怕的是定价权的松动。因为国际大宗商品以什么样的货币计价，是国家实力的核心表现之一。美国打击香港黄金体系的逻辑就是：第一，要阻止非美元衍生品做大做强；第二，要防止人民币黄金定价体系形成完备的市场；第三呢，不能给中国构建黄金版 SWIFT 的机会；第四，要保护美元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垄断地位。所以，伦敦金属交易所的动作实际上是一句潜台词：你们不要试图在黄金市场绕开我。这套动作呢，美国未来一定还会加强，因为它非常的清楚，谁控制了黄金的定价，谁就掌握了全球金融体系的底层锚。还有就是最近中国大陆出现了银行积存金暂停实物金条提取受限，还有黄金的税制改革，区分了投资性和非投资性的黄金。这些呢也不是孤立的事件。如果我们把香港金库加入这个拼图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大陆实际上是在收紧黄金，香港呢在扩大实物金，这就是一套组合拳。大陆对于黄金在岸体系未来会有更多的监管，减少外流。那香港呢会建立黄金的离岸体系，未来会有更多的自由度，更强的流动性，这两者形成互补，形成了在岸监管、离岸开放的黄金双循环体系。所以说，这是人民币体系补齐国际化能力的关键步骤之一。未来黄金市场的另外一条战线呢，是美国正在推动的黄金数字化、代币化、美元化。因为美国深知啊，美元的未来优势不仅在传统金融，也在加密金融。未来呢，可能会出现数字黄金 ETF、黄金支持的稳定币与黄金抵押挂钩的加密美元、黄金链上结算。那么这些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呢？等于美国想利用它在加密美元稳定币上面的优势，把黄金市场数字化、美元化，从而继续控制黄金的定价权。中国的对应方式就是香港的金库加离岸黄金的清算加人民币计价的黄金加香港金融监管的沙盒。未来黄金市场就会出现美元数字金和人民币离岸金的竞争格局。那这件事儿对普通投资者来说有3个层面的影响。第一，黄金 ETF 的长期配置价值更强了，因为实物黄金的跨境流动正在分裂，大陆收紧，香港放开，中国将更多依赖金融化的黄金，包括黄金的 ETF、交易所的场内黄金，还有衍生品来参与国际体系。那这对黄金 ETF 是利好。第二就是金矿股会在未来2年成为政策友好型的资产，全球金矿公司的溢价会更高，中资参与黄金的开采，黄金供应链的布局的力度也会加强。第三呢，就是人民币资产长期支撑增强了，因为人民币可以直接变成黄金了，而黄金呢又可以成为一个国家的储备资产。这样一个闭环建立之后，人民币会更容易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中的一部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新闻都不是偶然的短期事件，而是一次长期的系统升级。这是一个时代级的背景。过去的50年，黄金的定价权被美元体系所垄断，中国第一次开始建立独立的黄金定价和清算能力，香港再次成为全球金融体系的核心节点。美元和人民币的博弈已经扩展到了黄金领域，这是人民币国际化最关键的一步，也是美元体系最敏感的战场。这一次的竞争呢，是关于谁掌握黄金的清算，谁控制黄金的抵押品，谁主导黄金的定价，谁定义未来的货币体系。这不是一次新闻事件，而是历史的里程碑。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黄金的战争就是货币的战争，货币的战争就是国家未来的战争，而今天这件事情呢，只是序幕。我是苏涵，我们下期见。